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上个视频我不是做了点百香果凝乳酱嘛，还剩下一些，又做了点面包。如果搭配饼干，你们觉得热量高的话，那这个面包真的强烈推荐。松软的面包夹着酸甜冰凉的凝乳乳酪，一口下去，口中还散发出淡淡的椰香，真是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口感体验，太好吃了，一定要做起来。先做个汤种，面粉加水，小火加热到65度，离火晾凉备用。面团的配方我还是用的前些日子发过的果酱排包的配方，这个面团很保湿，整形也好整形，非常适合新手。汤种完全凉透以后，再和其他材料一起揉面，揉面要控温，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吧，每个面包视频都说，我自己听着都烦了。如果第一次看我视频的小伙伴，可以翻翻我的往期干货视频。用后油法把面揉到9.5到10分斤的膜，揉好的面温要控制在28度以下，然后进行基础发酵。发酵到2倍大，手指按下面团有轻微回弹，然后就给它平均分成8等份。这个面包揉面发酵这块没有什么难点，只要按要求控制好面温和发酵温度，肯定没问题。它的难点是怎么整形，烤完以后怎么保持每个面包的大小样子都差不多。分割好以后给面团滚圆，松弛30分钟，然后就可以整形了。接下来要注意的点来了哦，首先分割滚圆的时候不需要排气，只滚圆就好。滚圆的时候表面看到有大气泡就拍掉，这样你松弛30分钟时间绝对是够的，擀开的时候面团也不会回缩的太厉害。第二点，如果想烤完的面包样子都是比较规整的，那面团的软硬度也很重要，面团不能过于湿黏，太湿黏的面团整不出好看的造型，烤完自然也是歪七扭八的。太干也不行，太干的话面团会过于紧绷，发酵慢不说，烤的时候还有可能会侧爆。面团的软硬程度能掌握好，那整形的时候就会很轻松，最后整出来的造型也会比较规整。面团擀开以后，拍掉边上的气泡，然后翻面，把底边拉宽压薄，再从上到下卷起来。看似很简单的动作，其实暗藏玄机。视频里可以看到，我这个面团不粘桌子，不粘手。翻面以后，你要把它整理成一个梯形，上窄下宽。擀的时候也要做到薄厚均匀。翻面以后，上面刚开始是有弧度的，然后你用手拉一下，给它拉成直角的。薄厚擀的均匀了，卷的时候它就不会有粗有细了。因为这个面团卷好以后，尽量不再去搓它了，搓完以后会变长，那就放不进去模具里了。面包烤好以后，先放在一旁放凉，然后做一个柠檬奶酪，方法很简单，奶油奶酪提前软化，把所有材料放一起，用打蛋器搅打均匀就好了。今天这个奶酪里我没有放淡奶油，放的牛奶，我想这样吃起来会清爽一些，热量也能低一些。如果你想消耗淡奶油的话，也可以换成淡奶油。然后把面包一个一个的撕开或者切开都可以，看这个面包非常的软啊。为了让它做好以后能看起来更规整的话呢，那就把不规则的边给切掉，切下去的边也不浪费，可以做成面包糠，就是把面包烤干然后打碎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面包中间抹一层柠檬奶酪，刚好我还有剩下的百香果凝乳，我就在中间那层又挤了一些，然后再把4边都抹上奶酪。可以蘸奶粉，也可以蘸椰蓉，我蘸的椰蓉，因为我觉得蘸奶粉的话也可能会稍微有点腻，蘸椰蓉可以增加一点椰香，还有不同的口感。这个面包做好以后，给它装在盒子里密封好，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。冷冻保存可以保存1个月，但是尽量还是在1周之内给它吃完，这样比较新鲜嘛。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放在室温下解冻，解冻到它变软了就可以吃了，真的非常好吃，你们也赶快做起来吧。